数百年后的未来，南极冰川融化，远古病毒重现人间。C 病毒使3%的人类基因进化，觉醒超能力。与此同时，1/10,000,000的动物同步变异，快跑！觉醒与变异同步降临。毫无防护的传统城市，被变异兽潮打了措手不及。数以万计的觉醒者站了出来，立即猎杀任务，3阶精英狂兽坐标西北，成立特殊部门，开始组织反击。欧盟、英盟、天竺，人类的防线在废墟上重新建立，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数十年后，以华夏为首的新世界秩序建立，成立人类联盟。新纪元1年，所有城市以堡垒形式存在，高墙之内是最后的人类文明。怪兽与人类的战争进入拉锯战时期。小叶，旧乡那边需要采样，就300米，快去快回。人类，你可知罪？你说什么？你用鲜血唤醒了我，从今日起，你是我的奴仆。我只是路过的，放过我吧。你到底是谁？外星人吗？外星，以你们蓝星的叫法，可以这么说。蓝星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来自一个距离这颗蓝星极遥远的星系。数万年前，在我突破进化的关键时期，我最信任的人背叛了我。我的战舰在坠落时4分5裂，我重伤坠入地底，沉眠了数万年。提前苏醒果然还是太勉强了，我现在的实力只剩不到巅峰的1/10。按照虫族律法，你从今日起便是本皇的奴仆，期限300年。300年？大姐，你看我像能活300年的样子吗？怎么可能？细胞端来如此之短，基因锁如此简陋，区区几十年。以你现在的状态，别说300年，连本皇伤势恢复的时间都活不到。300年奴仆期不可更改，但本皇可以改造你，注入虫族基因，打破人类的基因枷锁。代价呢？你的命属于我。我能说不吗？能，但本皇会将你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傀儡。来吧。还活着。基因改造完成度勉强及格，以人类标准，你现在应该拥有5倍于常人的体能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入乡随俗，既然要在这个星球待300年，本皇需要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外表。记住，从现在起，你的命是我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死。出去吧。叶秋，
叶秋，哦，叶哥，这位是凯瑟琳，他是个地质学家，一个人在这儿做研究迷路了，我刚好碰到他，就带他出来了。哦，这样、啊，那行，那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外围矿受活动预警。那个方向有虫族能量残留，很微弱，不是我的虫黄金核，是大量低浓度能量聚集。那就先去这里。来西境做什么？去觉醒者管理局检测。我是一阶了。登记还是检测？检测，第一次来。身份证出示一下。3号检测室，叫到号就进去。检测完成，能力等阶1阶，潜力评级未知，觉醒类型待分类。我是觉醒者了。刚才那只2阶差点把我胳膊卸了。回去我请你喝酒。还缺个侦察位，速度型的优先。兄弟，新人吧？要不要一起组队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一个人带个女同伴敢出城，要么是高手，要么是疯子。祝你好运。C 比任务：猎杀1阶精英变异蜈蚣，接取确认。从这里下去更快，但更危险。那只变异蜈蚣很强吧？1阶精英，作为你第一次独立猎杀的目标很合适。刚才那边有东西，不是目标，一只1阶变异鼠，600米外，往北移动，不需要理会。尾端光点是兽核，但别碰那里，它的感知力比你强。1阶精英，你能行？被发现了！太快了，在上面！毒液，不能碰！腹部是弱点。就是现在！这就是兽核，第一次猎杀完成了。刚才手臂上的暗金纹路是虫族基因自动激活了吗？那是虫族基因的应激反应，危险时自动激活，但你不会主动控制，这是接下来要训练的内容。刚才面对毒物，为什么不躲远点？我想绕到侧面攻击。1阶精英兽核品质良好，兑换3颗1阶晶石，甲片折半颗，共3颗半。回旅馆，第一次强化需要安静。怎么做？用意识感知它，不需要用力，只需要专注。虫族基因会自行将能量转化。有股温热的力量在血管里，不痛，但很清晰。把剩下3颗晶石也吸收了，然后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还有更多训练。今天再接一条 C 级任务。我已选好，D 级群体任务，清剿2阶变异犬群。为什么不接 C 级？犬群是群体行动，你需要学会在多个目标同时攻击时保持感知。单体产量低，但数量多，群体战斗能让你更快掌握感知力。清剿废弃哨站变异犬群，D 级群体任务，接取确认。谢了。昨天那条完成的不错，今天注意安全。走。3个信号都是2阶，不止3只，仓库里还有2只，信号被建筑挡住了。
整体比昨天强，多目标时感知力没有中断，但精英犬冲撞时不该正面硬扛。当时来不及躲。虫族基因的强化让你有能力冒险，但冒险不该成为习惯。第一次在实战中主动激活暗金纹路，感知力和控制力正在同步提升。至少8到10块晶石，今天收获不错。2颗普通2阶品质良好，1颗精英2阶品质上等，甲片完整度高，全部兑换晶石，全部兑换。10块1阶晶石，甲片完整度高，额外加2块。谢了，这次10块晶石够我强化好几次了。强化不是堆数量，关键是如何高效吸收。这次吸收速度快了很多。虫族基因的能量回路已初步打通，可以开始学习更高级的控制。兄弟，2天完成1条 C 1条 D， 不错。衣服上那几道扣子是新添的吧？明天有 B 级任务，3阶精英狂兽，有兴趣一起吗？让我考虑一晚，明天答复。 3个仓库可能有2阶精英，先清外围，再围攻主目标。护甲能弹骨刺，得找缝隙。缝隙多宽？后膝3指，咽喉2指。走了。还没结束，10队正面，苏青左后，张扬远程。裂隙扩大了，左半身反应慢了一拍。苏青继续左翼骚扰，10队正面再压一次。左半身废了，就是现在！这是团队的功劳。最后一击是你完成的，寿盒归你。按规矩，叶秋拿3阶寿盒。这次多谢你了。就是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这次可悬了。我带过好几支临时小队，你是第一次配合就能无缝融入侦察卫的。有空的话可以帮忙。今天在熊的冲击波上判断失误了。今天感知力捕捉到了攻击轨迹，但没有推算出刺激效果。刺激效果怎么推算？让那种反应速度成为本能，不需要主动激活。明天兑换晶石，第3次强化。兄弟，刚才在大厅看到你的任务记录了 ，B 级完成，评价优秀。1颗3阶精英兽核兑换3颗2阶晶石，2颗2阶精英兽核兑换6颗2阶晶石。你现在是2阶觉醒者了，你能越级直接吸收3阶晶石，是因为潜力远超常人。今天去接 B 级群体任务，沙耶，3阶精英群居，2阶沙耶对你构不成威胁，母蝎才是你的目标。B 级群体任务接取确认。
1颗3阶精英兽核，12颗2阶普通兽核，你一个人清剿了整个巢穴。这是你的金星。谢了。毒素压制只做到了局部控制，离完全免疫还有距离。下次会更好。虫族基因的毒素抗性会在每次实战中增强。距离3阶还差1半积累，今天的越阶实战已经让能量回路进一步稳固，明天继续接任务。明天接什么？护卫任务，你需要练习在团队战斗中指挥协同。今天接护卫任务，你需要锻炼大规模战斗的统筹能力。C 级护卫任务，护送运输队前往矿脉前哨站。2阶防御型赵刚，2阶远程型李威。任务期间归你指挥。赵刚到。一路顺风。能源夹3个，全部。对面完好，警戒就位。收到。注意警戒天空和地底。右翼1阶变异鼠群7到8只，李维远程点射，赵刚护住手车。继续前进，保持警戒。右翼第2波5只，李维自由射击，赵刚左侧协防。2波12只，3颗1阶兽核。第1波咬轮胎，第2波冲驾驶室。他们在试探我们的防御模式。低阶狂兽也有战术，数量多了就有。4阶空中，所有人员戒备。太快了，跟不上。赵刚，护住引擎。下次补充听我口令。开火！差了一点。李威，瞄准点向上偏1半米。李威2发连射，间隔0.3秒。赵刚冲击波锋右侧。开火！4阶普通兽核，4阶狂兽，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。爪子比我手臂还粗。4阶铁翼鹰已击杀，车队继续前进。第3辆车需要拖车维修。铁翼鹰，4阶普通，怎么打下来的？大家配合的好。之前3支运输队被他袭击过，你今天不但护住了物资，还顺手解决了这个空中威胁。749局西北战区联络处，有兴趣加入特别行动队的话，随时联系我，我会考虑。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。这是你的晶石。4阶行动队的能量的默契度比石雷那种小队高很多。境界不代表实力，团队战更讲战术。今天去接 B 级侦察任务。侦察任务一般是追踪兽群。对。B 级侦察任务，调查狂兽异常迁移，接取确认。全部向北，不是随机游荡。他们在编队。5阶领主比铁甲蛮熊强了不止1个档次。他在组织兽巢。上百只低阶狂兽编队集结，这是完整侦察报告。你亲眼所见？是。司令办公室，守备司令要亲自听你汇报。2楼左转。司令亲自见他，听说北边发现了兽巢。讲讲细节。
地阶狂兽按种类编队，有专门的巡逻兵引导调度，这绝不是本能行为。所有在册觉醒者进入2级战备状态。军方防御部队开始加固城墙防线，侦察队明日出发前往盐山方向确认兽群动向。B 级侦察任务已完成，2颗3阶晶石，5颗2阶晶石，合计奖励已发放。谢谢。听说北边发现了5阶领主，2级战备，上次还是3年前。吸收速度比昨天快了不少，但感觉距离突破还有一段距离。不急，先把根基打牢。今天接城墙巡逻任务。信号还在加强。北侧城墙外围10公里，3只1阶变异鼠在徘徊，他们在探查城墙防御，派一支小队清理掉。今天变异鼠在侦察城墙防御，那只领主已经开始收集情报了。他在试探要塞的防御边界。你今天在城墙上感知范围比侦察任务时又扩大了一圈。今天继续接 B 级任务。好。这次是什么目标？石甲巨蜥，4阶普通。石甲巨蜥背部甲壳极厚。这些骨刺能做什么？做一把能切开石甲巨龙蝉壳的武器。死神镰刀，材质来自4阶狂兽的骨刺，足够切开石甲巨龙的种壳。好武器。3个2阶狂兽，1个被围困的觉醒者。谢谢，我叫红叶。叶秋。你是医疗型觉醒者？不是。毒素已经压制住了。我父母死在兽巢里，养父是甲庚忍村首领。分身术 SS 级天赋。我父母也在兽巢中去世了。检测仪留给你。2颗2阶兽核，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算是报答救命之恩。回来再说。4阶普通，能量强度是3阶精英的数倍。转身时腹部暴露，弱点在腹部。2分钟。腹部肌肉层太厚，眼睛没有甲壳。等他下一次直立，就是现在！4阶普通兽核到手。石甲巨王呢？死了。2阶单杀4阶，怎么可能？运气好罢了。你救了我一命，这条命是你的。这是你的晶石。我想跟着你。先跟我去见一个人。分身术很有用，留下。谢谢。还差一点，能感觉到瓶颈。今天继续接 B 级任务。变异狼群。伤口全好了。升到2阶之后，分身凝聚速度比以前快了不少。变异狼群清剿 B 级群体任务，接取确认。13只2阶群狼，3组巡逻，中央高地1只3阶精英狼王。他在发指令，智力比普通狂兽高。3组狼群已分散，狼王还在高地上。
被躲了，速度太快了，不能跟他拼反应。每次扑袭后收爪有 0.5 秒停顿，那是反击窗口。外围12只全清，左臂被挠了一下，不碍事。他受伤了，速度下来了。3阶精英兽核到手。兽核完好，骨刺材料完整度中等，这是你的晶石。今晚突破3阶。3阶，突破了。你的突破速度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。我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你的短刀该淘汰了。紫焰剑材质来自3阶精英狼王的牙齿，足够切开4阶以下狂兽的甲壳。好强！叶秋小队编入北城墙防区第3侦察哨。叶秋，2阶巅峰就能单杀4阶石甲巨蜥亚的新秀。前锋上千只1阶2阶混编，侧翼数百只2阶螳螂和沙阶，少数3阶精英穿插其中。收到。明白。所有小队专注各自防区，3阶精英交给叶秋小队。左翼排水管道，3阶精英受属。收到。侧翼缺口，2只3阶精英沙蝎。收到。分身冷却还有30秒。先用本体牵制。第一波退了，第2波有更多3阶信号。第2波兽巢有3阶精英混编，数量是第1波的2倍，至少6只精英兽犬，4只精英螳螂，其余精英沙蝎若干。来了。你受伤了，先解决他们。螳螂头胸部关节。收到。叶秋小队3阶精英拦截率全防区最高，继续守住左翼。兽犬爪痕不深，毒素没有扩散，休息一会儿就能恢复。后续还有更多信号，兽巢还远未结束。所有单位注意，坚守防线。领主和4阶精英估计数小时后到达，后续3阶精英波刺会在那之前抵达。全线轮换休整。兽巢还远没结束。第3波兽巢正在集结，数百只3阶混编，4只4阶初级分布在正面和侧翼。收到，优先处理4阶初级。野球小队立即绳降补刀。所有3阶以上觉醒者集中火力拦截空中目标，地面巨蜥由叶秋小队和另一支觉醒者小队共同牵制。我们牵制巨蜥，你们找机会攻关节。
第4波兽潮正在集结，上百只3阶精英，至少2只4阶精英。2只4阶精英，我们负责左翼那只。明白。第4波冲击，全力开火！交给我。小心！还没完，比3阶精英大了至少1倍，夹克厚度应该也是数倍。就是现在！解决了，右翼那只被轨道炮和另一队击杀了。还没完，3阶精英还在冲。知道，继续。叶秋小队，4阶精英拦截成功，继续守住左翼。收到。明日兽潮将更加猛烈。 5阶领主和数支4阶精英明日抵达，所有觉醒者轮换休整，准备迎接新一轮攻防。5阶领主，他正在集结明日总攻的兵力。2头5阶普通，10只4阶精英，上百只3阶混片。所有轨道炮激活火5阶。 轨道炮充能，侧翼缺口。轨道炮撑不了多久。撑不住了！所有人收缩防线，守住城门甬道。还剩7只4阶精英，你牵制杀蝎，螳螂交给我。所有还能战斗的觉醒者，收缩防线，守住城门甬道。叶秋，来吧，就是现在！到此为止了吗？西境守护者，城墙由我们接管。这就是5阶高级时的实力。梦都部署闪电狂暴。冷霜限制行动，
白焰穿透破甲击杀，有东西从地底来。鳞片没有死角，找不到弱点。鳞片防御太强，所有攻击都无效。城墙守不住了，所有人撤回城内第2道防线，重复，撤回城内。帮我照顾好念儿，他8岁了，生日在秋天。告诉他，爸爸去很远的地方了。为了华夏，为了人族！他早就知道这一刀刺不穿鳞片，他本来就没打算活着回来。妈妈，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吗？防区指挥官，防区指挥官，防区是什么队啊？雷霆活着的时候，他就是西境守护者；他死了，需要有人接过这个称号。那人在城墙上斩杀过2只4阶精英，资历深厚，实力是目前西境要塞最强的几人之一。冷霜，起来说说吧。他被铁甲犀牛反震弹飞吐血后，第一反应是爬起来继续战斗。西境守护者需要的是面对必死局面时不会转身逃跑的人。叶秋在3阶时就能独自击杀4阶石甲巨蜥，他的成长速度是整个西境要塞最快的。为了华夏，为了人族，4阶初期突破了。雷霆前辈，我不会辜负这个称号。4阶了，4阶初期吸收了全部奖励晶石。3头5阶领主被击杀后，残余4阶已陷入混乱，这是清剿巢穴的最佳喘口期。井下3个4阶信号呈环形，中心一个4阶巅峰，红叶分身先探，叶秋紧随切入，我在地面维持感知覆盖，安全。矿道尽头有更大能量信号，正在移动。
距离目标约100米，信号仍在移动。确认目标，4阶巅峰框甲蝎，6只护卫，准备战术。蝎子左后肢关节有旧伤裂缝，裂缝朝向内侧，需要逼他转身暴露。红叶分身正面吸引，叶秋侧翼切入。行动。就是现在。心脏节点就在缝隙下方，一刀就够了。品质不错，收好。侧翼3公里，人工能源信号，微弱但稳定。井下只有2阶残留，4阶以上全部空白，快速清理即可。清空，井下再无信号。西北偏北，极远处，一大群狂兽在移动。矿井清剿完成，返程途中发现西北方向有大规模狂兽移动信号。禁区超出西境权限，只有6阶以上觉醒者才能安全进出。侦查到此为止，上报更高指挥部，等待批复。不进禁区，但禁区边缘是西境的边界，在守护者职责范围之内。我陪你。这里的弥漫能量对我恢复有帮助。2只4阶中期石甲蜥，1只4阶巅峰岩甲蝎，可以逐一猎杀。红叶正面牵制尾钩，叶秋侧翼切右前肢。叶秋，心脏节点坐标已同步。我当初从休眠中苏醒，是因为你的血渗入了我的重茧。你变强了，我的力量也会随之恢复一部分。现在可以对你进行2次改造了。来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直接吸收兽核了。4阶初期石甲蜥，300米外。这只是开始，你继续变强，我能恢复的技能会越来越多。继续沿边缘推进。3只4阶初期矿甲虫在正西方向，1只4阶中期石甲犀牛在西北方向落单。能量回路在自行优化，吸收越多，优化越明显。这道爪痕不是普通狂兽留下的，是某只高阶狂兽很久以前留下的标记。那个休眠的东西在动，又沉睡了，但它离完全苏醒越来越近。这份情报的价值不亚于1次 A 级任务。继续边境巡逻，权限提升至 B 主行动。深渊巨蟒的毒牙可以镶嵌到你们的武器上，能破开6阶以下狂兽防御，附带毒素伤害。红叶专心冲击3阶壁垒。3阶巅峰以下归红叶，4阶以上归叶秋。
左侧3只3阶巅峰矿甲虫，右侧1只4阶初级石甲丝。红叶左，叶秋右。你的身体在适应兽核的负荷。前方禁区边缘，5阶狂兽与上个月兽巢那头铁甲犀牛体型接近。这只我要单独杀。你的巡逻数据填补了西境情报库多项空白，禁区边缘的狂兽分布信息此前几乎为零。那个能量源至少6阶以上，甚至可能是7阶王级，深度休眠状态。但如果被惊动，整个西境要塞都无法应对。建议扩大禁区边缘感知监测范围，增设远程预警设备，覆盖从东南到西北的整条边界线。3天内部署到位。预警数据同步到你战术手环。目标确认。3阶到5阶狂兽都在朝禁区山脉深处集结，移动方向高度一致，有更高阶的东西在召唤他们。2只5阶初期犀牛，4阶护卫数10只。本侧发现新动向，目标方向确认，与能量源重合。绕行，继续追踪。活动频度加快了1倍，仍在深度休眠，但正在缓慢苏醒。能级多少？至少7阶王级。继续追踪兽群。足迹叠加层次，显示至少上千只。还要继续追吗？继续。2只4阶巅峰岩甲蝎，右侧蝎子旧伤暴露。5阶数量在增加，又有1只汇入。不返航，继续追。活动频率刚才急剧加速，持续约3分钟。不是苏醒征兆，是信号，它在回应兽群。3只5阶初期铁甲犀牛，三角警戒阵型，无死角，无法逐个击破，建议绕行。他们在为它苏醒做准备。 4阶巅峰不够，需要突破5阶才能继续深入。先找安全位置扎营，冲击5阶。现在
冲击！5阶中期黑钢甲虫，刚好验证5阶战力。做前之官最低奉行，现在！你突破的那几秒，能量源波动出现了一次极相微的同步脉冲，他感知到你了。足迹不超过24小时。盆地入口，大量狂兽环形排列。裂隙车伸出2个信号，巨大能量源正在最深处搏动，另一个信号在它旁边，微弱，但与我同源。深渊裂隙坐标已锁定，返程整备后随时可以再深入。下次来时，目标是裂隙深处。深渊裂痕坐标已上报更高指挥部，禁区预警调整为红色。4阶初期，分身术从3道进化到4道。前方3公里，5阶高级狂兽与人类5阶中期交锋，人类能量属性火象。40滩，三面开阔，战斗在正中央。动手！左后肢关节缝隙。塔兰提，欧盟光明教廷12圣技士之一，白羊座，5阶中期，火系操控，武器巨斧，绝技烈焰焚天斩。叶秋，西境守护者，追踪他2天了，如果你也往深处去，可以结伴。我追踪狂暴2天，发现这里的狂兽都在朝同一个方向集结。你们知道禁区深处有什么吗？禁区山脉深处有巨大能量源正在休眠，能量源至少7阶王级，我愿意协助你们。红叶分身牵制左侧，塔兰提正面压制右侧，叶秋侧翼收割。到深渊裂隙还有不短的距离，沿途继续猎杀狂兽，巩固修为，收集守卫分部情报。前方略西外围，5阶巅峰守卫，树枝分散布防。暗钢甲虫弱点，后肢关节。先解决他。另外3只有间距，红叶用分身迷惑他们。你们集中动手。后肢关节。
反应比之前那些更快。正面强攻吸引注意力。再逼他出爪。裂口神符，烈焰分天斩。另外3只在回防。致命一击是你的，兽核归你，马上走。沿西侧裂缝，他们正从东侧侧回防。你绕过，他们没有追。击杀时能量源又有同步脉冲。5阶巅峰能量密度是5阶高级数倍，可冲击5阶中期。同源信号不是活体，可能是我的虫黄菌核碎片。返程休整，下次目标是裂隙内部。裂隙情报需汇报教廷。西境要塞汇合。裂隙内部。发了求援，狮子座利欧娜。报告里提到了你，很强的年轻人。2点钟方向，2只5阶巅峰领主级，弱点在背髂关节和心脏节点。阵列范围可收窄，能量更集中。继续推进。侧腹。中期接近巅峰，每次战斗都在推高频率，时间窗口在收窄。光明教廷也记录了，脉冲后基线上移，数据吻合。3点、7点、11点方向，领主级目标，全员接战！快接近5阶巅峰了，继续推进。前方更深处，更多5阶巅峰。明天冲击5阶巅峰。侧腹。
左泻利奥娜，右泻红叶，塔兰迪破甲，叶秋收割。碎片在狮王胸腔，数周内完全融合。苏醒前取出碎片，力量大幅削弱。7阶王级，就算削弱也不是5阶能应对，你需要6阶。先撤回外围，突破6阶后再来。继续撤离。明天冲击6阶，然后暗杀狮王。Staring at the ceiling, heart is beating on my chest. 侧腹。6阶已稳固，继续推进。走。前方更深处，冰霜狼王巡逻范围3只，三角巡逻，利欧娜控制，塔兰台火焰跟紧，叶秋收割。狼王巡逻范围就在前方。狼王巡逻间隔微缩，明天围杀狼王。弱点喉部，喷吐后冰甲张开，窗口极短。头部，现在。
先回要塞休整。狼王已死，但狮王可能已感知，全员养好伤，巩固修为，再做最终进攻。回要塞的路上可以顺路猎杀狂兽，补充兽核。2只5阶巅峰，原地带口，速战速决。继续前进。狼王已击杀，狮王仍在沉睡，但可能已感知，全员休整养伤。下一次进入裂隙，目标是狮王和碎片。洞窟到漏斗形，狮王在底部，搏动频率加快。洞窟外围，冰霜巨蝎，3只6阶初期，2只6阶中期，环形布防。先清外围，我第1只，塔兰提利欧娜第2只，红叶银开剩余。围截关节缝隙。我正面试测，塔兰提利奥娜中距离消耗，红叶牵制双翼。右翼。我竟然试图越阶挑战王级狂兽，看来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。这片碎片只有整体的5%左右，是块小碎片。真正虫黄金核主体不在这里。你这么强，为什么现在才出手？艾拉和我血脉同源，她是从我身体内分裂出去的，她本是我钦定的下一任虫皇继承人。
我若爆发真正力量，他会感应到我的位置。我明白了。刚才那一瞬，我不得不释放真正力量。艾拉已经知道我还活着，但是应该还不知道我的具体位置，所以这次是第一次出手救你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能隐约感应其他碎片位置了，最近一块在那个方向。这是7阶王级，所有5阶以上狂兽已全部击杀，包括那头7阶王级血翼狮王。后续会派小队完成残余狂兽清灭，兽潮威胁至此解除。我越阶吸收兽核，晶石没用了，都给你。谢了。黄金铠甲是圣女大人亲手制造，也只有圣女大人能修复。我的铠甲也需要修复，凭此徽章可在任何教廷据点获得支援，保重。血翼狮王牙已融入武器中，可破7阶中期以下任何防御。廖行。我来。婆罗密殿一向拒绝外部调查，要进入需要通行许可或绕开官方通道潜入。碎片信号就在婆罗密殿控制区深处。第2条穿越废弃矿区最短，但狂兽密集。第3条从接壤处直接穿越，距离市中，需避开固定巡逻点。天竺边境，碎片信号越来越清晰。前方山谷，小城被兽潮围攻，一头5阶巅峰领主。守住！守住城门！喉部火焰囊，喷吐前膨胀极限时，甲壳缝隙张开。没有你，我们全城人都活不过今天。多谢恩人救世主，多谢恩人，神灵派来的救世主。恩人，老朽是本城城主，您救了我们全城上下的性命，老朽无以为报。这是婆罗弥殿的通行令牌，
凭此令牌，可在天竺境内任何城市和关卡畅通无阻。这是老朽能拿出的最珍贵的谢礼，请3位恩人进城休整。这是10颗5级晶石和10颗6级晶石，秘殿库存中最顶级的一批。火焰翼龙王是7阶巅峰，要挑战他至少需要7阶实力。5级的都给你。近期火焰翼龙王火山口能量波动加剧，修炼事已准备好，3位请便。叶秋突破到7阶了，我的右翼能力恢复。虫皇铠甲，你的。虫王铠甲虽不如叶秋的虫皇铠甲，但比圣骑士们的黄金铠甲强太多。其一，强度随本体等阶提升，当前可抵御同级攻击无损；其二，本体恢复伤势时铠甲同步自愈，不需外部修复，驱动瞬间收放。6阶巅峰，测试铠甲。3位回来了，这是火山群最详细的地图。火山口周围有大量6阶守卫，温度极高，有毒气体弥漫。这条螺旋通道相对安全。碎片在火山口深处，火焰翼龙王胸腔中，波动频率与岩浆同步。愿婆罗密殿的神灵庇佑3位。火山口外围，6阶巅峰2只，6阶中期8只，6阶初期12只，5阶精英数十，环形布防。翼龙王仍在休眠，但外围战斗可能惊醒他，速战速决。外围全部清剿完。火焰翼龙王仍在沉眠，但搏动频率加快，可能不久后苏醒。碎片在心脏正后方。火山口呈漏斗形，底部熔岩湖，翼龙王在湖中央岩石上，只有螺旋通道一条路。最后一道平台，守卫已逃离。他感知到我们了。
红叶，你还能撑住吗？还能，再撑一轮，左翼关节再劈一次就能废掉。叶秋，红叶。红叶是我唯一的朋友，你竟然敢杀了他！为什么我会突然有冰系能力？你的体内有我赋予的虫皇基因，它能吸收其他生物的能力。血翼狮王授合的冰系基因种子，在愤怒中觉醒了。这块虫黄晶核碎片有10%的大小，比上次狮王那个大。欧洲，第3块碎片。
好了，继续赶路。双头铁甲蛇王。三位远道而来，请进。近期教廷在调查一股异常能量波动，位置在欧洲大陆深处。教廷侦察队被外围高阶狂兽挡回，先去光明教廷见见传说中的圣女大人。这枚徽章是白羊座塔兰蒂大人的个人信物。这一战我拖了你的后腿，因为你，我才得以觉醒吞噬能力。我必须变得更强，追上你的脚步。碎片信号在更深处。三位贵客远道而来，教廷蓬荜生辉。圣女大人正在与高层商讨清剿兽潮计划。近期欧洲大陆狂兽活动频繁，多个城镇遭受冲击。你在深渊裂隙中与他们并肩作战，击杀了血翼狮王。塔兰蒂在报告中极力称赞你。欢迎来到光明教廷。那片雷云下方就是雷霆剑齿虎王的巢穴。5阶精英30余只。6阶中期冰霜巨人，虎王巢穴外围最强守卫之一。我来。膝关节，后颈。最后一道外围屏障，尾节关节缝隙。巢穴中就是7阶巅峰雷霆剑齿虎王，他的实力远超普通7阶巅峰，体内似乎有一股异常能量在增强雷霆之力。碎片气息。巢穴呈漏斗形，底部是巨大冰石溶洞，虎王盘踞在溶洞中央，外围6阶守卫已被清剿大半。虎王雷霆之力在夜间更强，白天雷云减弱是最佳进攻时机。虎王的雷电有麻痹效果，不要正面硬抗。
身上感受到了碎片气息，为什么体内却没有碎片？教廷追踪的能量波动源头确实是这头虎王。人类竟然敢杀害我的孩子！狂兽竟然会说话！你，圣光，不容吞噬！绝技。心脏附加项。第3块碎片，在你们面前，我这个欧洲第一天才很惭愧。叶秋，吸收虎王兽核。你愿意做我的奴仆吗？我可以帮你改造身体，虽然不如叶秋，但足以让你站在人类之巅。为了叶秋，我愿意。过程会很痛苦，但之后你可以直接吸收兽核。我不会再拖后腿了。
我想加入你的麾下。为何？我想守护的仅靠圣光不够，我想变更强。多谢主人。第4块碎片在熊国以北，信号在移动。碎片在北包洋海底，它在移动。你们的身体已被我改造过，可以在水里自由呼吸。碎片就在附近这片海域，跟我来。前方，红叶清角。双鳞鱼，红叶清角。碎片在洞穴里，巨蟹守门。就在里面，8阶巅峰。冰清铠甲极厚，但关节有缝隙。独眼后方为神经中枢，叶丘主攻关节，红叶毒素渗透擦可缝隙。白鳞领域底级极寒吐息。
极寒土息为水系变种，你体内雷霆剑齿虎王兽核的雷霆之力可完美克制。雷克水，雷霆可麻痹肌肉，削弱土息。回西境。禁区深渊裂隙，击杀血翼狮王；天竺火山群，击杀火焰翼龙王；欧洲雪山，击杀八阶终极雷霆剑齿虎王；北冰洋深海，击杀八阶巅峰。我亲自过来。红叶7阶高级，战力抗衡7阶巅峰；白灵光明教廷圣女8阶初级。不到2年的时间，从1阶到8阶高级，我镇守蓝星5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突破速度。叶秋，我以749局局长身份邀请你成为749局名誉副局长，协助华夏抵御顶级狂兽。恭敬不如从命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有权调动任何城市基地的资源。青龙队长，蓝星3大兽皇的资料可否告知？泰坦巨猿皇，蓝星最强，9阶巅峰，陆地霸主；深渊苍龙皇，9阶高级，海中霸主，体内有恐龙时代苍老的返祖基因，体型超200米，拥有深海高压与水龙卷之力，活跃在太平洋。金翅大鹏皇，翼展300米，拥有飓风与风刃之力，巢穴在南美洲。我虽为蓝星最强人类，9阶高级，但也只是能勉强团住其中一只。叶秋、红叶、白灵，你们接下来的任务，清剿华夏境内所有6阶以上狂兽，吸收兽核提升实力。我需要你们在最短时间内达到能与兽皇一战的水平。明白。好的，谨遵主人之命。
青龙送来大量晶石作为见面礼，8阶10颗，7阶20颗，6阶50颗，足够你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突破。才半年，你竟已突破9阶！猎杀苍龙皇的时机已到。我可以拖住泰坦巨猿皇3个小时，我也会请鹰盟的火神拖住金翅大鹏皇，只有3小时，也只有1次机会。如果失败，3大兽皇联手报复，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。从现在开始，武器与铠甲为一体，可以像铠甲一样用能量召唤。武器也会随着你们实力的提升而提升。我们会死吗？那可是蓝星最强的生物。苍龙皇会死。从未有人类能胜过兽皇。叶秋，你要创造奇迹了。出发。海沟底部9阶高级。冰清鳞片极厚，关节处有缝隙，颈部为神经中枢与声波器官交汇处，喉间水龙点释放后需短暂蓄力，尾鳍根部鳞片较薄。叶秋，你不能死啊！我这就救你出来。
我以为你死了。苍龙皇已死，兽皇只剩2只。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猎杀兽皇，人类与狂兽的攻守之势从此逆转。鹰盟已集结全部高阶觉醒者，随时可以投入反攻。苍狗皇陨落了，人类竟然已经成长到足以猎杀兽皇的地步。金翅大鹏皇，过来见我。太堂巨猿皇，这个时候召唤我苍龙皇的气息竟然消失了，这倒值得我走一趟。太堂，你急召我来，就为了让我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？雷能杀苍龙皇，就能杀你我。任何人类胆敢进入天空，都将被我的飓风撕碎。太堂，管好你的陆地，天空不需要你操心。你会后悔的。人类既已跨过猎杀兽皇的门槛，便不会再止步。金翅大鹏皇为空中霸主，一展超300米，飞行速度冠绝蓝星。即便能正面击败他只需飞上数万米高空，人类便无计可施。泰塔巨猿皇9阶巅峰，蓝星最强生物，我们3人联手，正面交锋最多也只能将其击退，想要击杀同样不可能。金翅大鹏皇的问题不用担心，我可以给叶秋一头飞行坐去，飞行速度足以追上金翅大鹏皇。飞行坐去，先猎杀金翅大鹏皇，你俩屠出泰坦巨猿皇。飞行坐去在哪儿？跟我来。用你的血激活它。这个飞龙竟然和自己心灵相通，就像自己的第3只手臂一样灵活。深不可测。可是这个飞龙这么小，怎么载人飞行？它要多久才能长大？不需要等。虫族飞龙的成长不靠时间，靠能量。集中你的能量，像召唤铠甲一样给它输送能量。不可能！蓝星除了我，没有生物能飞得这么快。小心，上！哈哈哈！一个人类骑着一头畜生，就敢挑战天空霸主，不知死活！就这，天空不属于你。太慢了。浪费我时间！你敢伤我！
无处可逃。叶秋，他在适应飞行，每一次受伤都在让他和飞龙的连接更紧密。终于像点样子了。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果然在空中想要赢他，还是太难了。叶秋大人，我是凯瑟琳女皇陛下亲手制造的血肉共生机械生命体，生命层次远远超过那头低等野兽。我的名字叫魔龙，你要用内心去感受，用能量和血液和我产生共鸣，就能大大提升我的速度和力量。完全掌控了空中的战局。这头低等野兽快不行了。终结他的时候到了。Yes！ 饶我一命，我愿意臣服于你，永世为奴。饶我一命，我愿意臣服于你，永世为奴。你的体内有人类血液的味道，杀我人族者，必杀之。叶秋大人，下一站泰坦巨猿皇。还好你战斗结束得快，我和火神根本拦不住狂暴状态下的泰坦巨猿皇。他进入狂暴状态，力量和速度暴增数倍，只用一拳就把我的熔岩护盾击碎了。金翅大鹏皇已斩杀，还好有魔龙相助，才能在他最擅长的空中击败他。三大兽皇已去其二，只剩泰坦巨猿皇。等我和火神恢复2个月，三人联手围杀。三人联手胜算更大。我用熔岩拖住他，青龙束缚，叶秋主攻。不用，我如今已经9阶高级，一个人单杀他足矣。泰坦巨猿皇可是9阶巅峰。我们跟你一起去，即便不能战斗，也要亲眼见证。蓝星最强生物9阶巅峰泰坦巨猿皇。
出来一战！又是你斩杀了苍龙皇和金翅大鹏皇，你带这么多人来，是想围杀我吗？他们过来只是做个见证。从今日起，我人族叶秋为蓝星最强。来吧，战个痛快吧！好，就陪你玩玩。有点力气。这才像蓝星最强。我泰坦巨猿皇愿称你为最强人类。拿出真本事吧！我知道你的实力不止于此。好。这就是蓝星最强的力量。变身，我也会。你明明只有9阶高级，怎会如此强大？你快到极限了吧？你不也是？是我败了，你动手吧。我在你的体内没有感觉到人类的血液，你没伤害过人类吧？从来没有。旧时代的时候，我是峨眉山一座寺庙里的美猴，从小被庙里的师太养大。我只记得师太的手很温暖，冬天会把红薯分给我一半。新纪元开始之后 ，C 病毒席卷蓝星，我在病毒中获得了泰坦巨猿的返祖基因。机缘巧合下，我捡到了一个绿色碎片。从那之后，我的力量以几何技术攀升。交出晶核，臣服于我，将来管理好蓝星的狂兽，让他们远离人类的生灵区，禁止伤害人类。我接受，我愿臣服于你。对了，凡是体内有人类血液气息的狂兽，你需要全部清除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数百年来，
我见过许多以人类为食的狂兽，他们体内都有人类血液的腥味，我会亲手将它们全部清除，一个不留。这是碎片，主人收好。100年了，人类终于赢了。叶秋，当为蓝星之主。人类与狂兽的100年战争今日终结，人类第一位让兽皇臣服者，人类从今日起，叶秋为人类守护者。我叶秋誓死守护华夏，誓死守护人类。人类的新时代从今日开始。实力恢复70%了，我能感应到艾拉的位置了。同样，艾拉也一定感应到我的位置了。女皇陛下，怎么了？我感应到凯瑟琳的位置了，她的实力恢复了不少。这怎么可能？当年她伤得那么重，本源金核都被您击碎，本命虫巢也被我们摧毁。不会有错，她不仅活着，而且恢复的速度远超我的预计。女皇陛下，请下令。我和她基因同源，即使相隔数万光年也能感应得到，就像她感应到我一样。暗示。陛下，我在。召集36主星所有战力，4天王、7魔将、12灵将。遵命，陛下。我要让凯瑟琳再无翻身可能。我去集结舰队。凯瑟琳，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艾拉的虫族大军正在来往太阳系的路上。星际虫族是发展了数亿年的顶级文明，拥有顶级的机械科技和生物科技。正面战场难以取胜，但是只要解决掉艾拉和他的高阶战将，我就能控制和改造虫族大军。这就是唯一的胜算。凯瑟琳大人，您也是虫族吗？我是星际虫族的上一任女皇。不过现在的我体内流着人类的血，我是站在人类这一边的。我明白了，凯瑟琳大人。我的虫黄金盒中储存了完整的星际科技资料，我可以提供给你。你尽快打造一批星际战舰和星际战士。华夏将倾全国之力，不，倾全人类之力。英盟全部工厂和资源归你调遣。大的这个是体质卓越的普通人类穿戴的核动力战甲，能将普通人的实力大大提升，能抵抗低阶虫族士兵。这意味着普通人也能参与这场战争了。一台这样的战甲可以让一个训练有素的普通人拥有接近5阶觉醒者的战斗力。这个是由生物能量驱动的高阶星际战甲，能大大提升觉醒者的实力。觉醒者穿戴后，自身能量与战甲生物核心共振，战力可提升数倍。以我对艾拉的了解，第一批探测器3年后就会抵达，虫族主力舰队10年后抵达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3年，够了。
接下来的几年，我会对你们3人进行严格的特训。高阶虫族战将的实力不是你们现在可以抗衡的。你们是人类最强的3人，也将是人类最后的防线。好强大的战甲！我艾拉虫巢的子民们，随我出征！目标银河系猎鹰座小旋翼，距离3.9万光年。主力舰队以最高曲速航行，预计10年后抵达。暗示，先派先遣部队收集情报，暂时不知道那颗星球的文明等级。我要知道他们的防御体系、最强战力、科技水平，每一个细节都要摸清。遵命，陛下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陛下，12艘暗影级侦察舰已出发，预计3年后抵达目标星系，届时所有情报将实时传回。亲爱的母亲，我来了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